台湾是一日供应链，一日供应链，一日供应链。早上发生问题，中午报告已经做完了，开完会，晚上之前就反应完了。所以别人最快2个礼拜，有的时候都要上月一个月，有的台湾1天就解决。对，早上开会，下午画图，明天把东西交给你了。台积每个工程师都发一个独特的手机。对，那独特的手机有一个独特的讯号。是。你在家声音，对，你在家吃饭，你在家睡觉，你在这个健身房，甚至我在举重，我举到100公斤正在出力的时候，叭叭的声音出来，马上弹起来，马上抬起来。台积电是这样干的，而且不是台积电这样干，是台积电所有的供应商都是这样。是台积电不管的厂在哪里，周边50公里，我所需要的周边的配合厂商全部都一应俱全。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里面，我可以都马上处理。而这个就是为什么韩国不行，中国不行，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台湾可以的原因。台积电它下的是一个很长的棋。黄仁勋没讲的，我可以帮他补充一个。黄仁勋讲的，台积电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信任。其实台积电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 partnership。它所有的这些所谓台积电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他赢的关键。在风水界有一个口诀，如果你把它类比成投资，它其实非常有趣。在这个风水界里面的口诀是：第一看青道，第二看水口，第三对人口口罩。也就在风水界里面最厉害就是观星望月，你可以在各个场域里面找到最好的山头，在最好的山头里面找到最好的龙脉。但你如果没有办法观星望月，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找到最好的山头，你只有在固定的山头里面找到那个水口，找到相对好的龙脉。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行的话，你只能跟着别人到处跑来跑去，就像你在投资一样。投资里面，我们讲现在的越来越在乎说，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能够抓趋势。抓完趋势以后，你要抓产业，产业之后你才抓类股。就像刚刚讲风水的口诀一样，第一看其道，就是你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你要搞清楚整个产业的趋势是什么，搞清楚世界的趋势跟产业的趋势，你能够找到最好的山头，找到最好的类股，找到最好的类股里面，你可以找到里面最好的产业，找到最好的产业里面，你才可以找到最好的个股。这是一个非常逻辑性的思考，这也是未来如果你要赚钱，你要赚股市的钱。一个必备的条件。但现在很多人刚刚讲的，现在很多人只是想着我就是听名牌，现在很多人讲说我看现行。如果你看名牌，你看现行，你还能够抓得到趋势吗？如果你抓不到趋势，你能够赚得到钱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谈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就是君鸿资本的这个投资的沈万钧，他就不断的在强调说你要干嘛？你要先抓趋势，抓趋势以后你要去抓产业，抓产业以后抓个股，按照这样的你的逻辑比你抓资讯还来得重要。而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的培养，怎么样去抓趋势，怎么样抓资讯，怎么样去抓产业，怎么样的选类股，这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找了万钧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现在一个铺天盖地，我们讲台湾现在面临100年来非常好的一个机遇，这个好的机遇里面，我们抓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在 AI 这个大趋势里面，你能不能翻身？你能不能赚到钱？你会不会被淘汰？可能就是这关键的几年之间。好，万钧你好。宝杰，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万钧，我们刚刚讲的是你在投资逻辑里面，你一直在强调趋势、产业、个股。就像我刚刚开玩笑讲，因为我过去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讲做风水。第一看其道，第二看水口，第三对人口口罩，蔡澜族就是对人口口罩。那现在你特别强调说，台湾现在非常特别，是我们碰到一个10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这两个就有2个主轴，一个主轴是中美对抗，台湾进到了这个美国队，进到美国队有什么好处呢？我有好的那个所谓的订单，我有好的市场，然后呢，甚至我已经撇开，因为区隔的关系，我没有中国产业、中国商人的这个禁足，我不会被他这个等于说大规模的这个内卷。另外就是我抓到了这个 AI 的大趋势，而 AI 大趋势最妙的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台湾基本上一应俱全。台湾居然在 AI 产业里面，我们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产业，我们都有。其实跟各位观众报告啊，就是之前如果现在才进入市场，当然是很习惯了2万点、3万点。对。但长期10年多，其实台湾有一个天险12682，哇，那感觉这辈子都不会突破了啊！以前国泰金涨到1000块，要跌回个位数，不到几十块。所以整体来说呢，台湾就像被一个盖子盖住了，感觉压力很大。那到底什么让这几年让台湾整个翻身呢？对。其实刚刚宝杰讲到是重点。
AI 世代跟中美对抗，我们不是捡到枪，几乎是捡到大炮。捡到大炮，可以跟大家报告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尤其 AI 时代要的是什么？就是信任跟速度。好，这个我待会慢慢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整个，我要补充，这个现在是一个台湾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台湾非常独特的际遇，这个是别人没有的，所以台湾会面临着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哦，以前不要讲上万点是非常压力非常大，上2万点压力非常大，碰的现在都到上3万点了，那这个潮流是铺天盖地而来吗？对，因为其实以前呢、台湾最早以前可能做代工，好，我们最缺的就是品牌。那现在来说的话，台湾变成是什么？变美国这个2大阵营里面，美国里面最好的盟友。那如果大家回去看黄仁勋在接受美媒的拜访，他有人问他说，台积电到底是怎么样公司？很有趣哈，大家都会问那黄仁勋到底每家公司怎么样？他特别讲了一点，他说，如果你只看台积电的技术，那你忽略掉它的优势。他特别提出来一个叫做 trust。信任。他说他跟台积电做了30年的生意，做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他们没有合约。他们拥有的就是信任。这个信任不只是做的东西好不好啊，有没有定期交货啊，品质如何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台积电同时接 NVIDIA 跟 AMD、Intel、Qualcomm 所有跟他同质性或者是对手的订单，台积电并没有把他的机密外泄。台积电也没有自己来做晶片来跟他打对台，这一点来说的话，他对台积电的信任是无以复加的。是，台积电把这个 NVIDIA 的晶片制造当做自己的东西来做制造，反应速度对它 reliability 跟客户的长期合作导致这30年合作，让他的客户竟然主动去跟别人讲说，台积电这个信任很值得我们作为他的一个 credit。那这一点上面呢，从这一点看到，其实整个台湾就是美国现在唯一能够信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角。外俊，你也在产业界待过，你也在投信待过，也就是说，信任这2个字，在整个全世界产业里面非常难得吗？而且你刚刚提到说，居然 NVIDIA 就跟台积电在做生意的时候根本没有合约，我刚听的时候我有点困惑，怎么可能？后来我想想，有可能，因为这发展太快了，也就是你今天从5奈米、3奈米、2奈米，然后我需要的量又这么快。如果说我今天一个新的技术出来，我要跟你签合约，我开始法务要进来，我要字斟句酌的去雕琢每一个文字，我根本来不及啊。所以谁能够取得信任，我敢丢出大笔的资金丢在你的身上，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了。刚刚其实宝杰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速度太快，对，我们所有的科技演进太快了。如果在你以10年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科技都有什么事情？就是说我要 cost down。像以前 Apple， 我手机量产了，一开始新的科技触控萤幕Face ID 这些折叠等到那个量产了以后，马上就来了，我要找第2家供应商，我要 cost down， 我要杀价，就像苹果一样。对，以前的旧时代的所有的 idea 都是这样。又就是讲黄仁勋，他在另外一个访问里面，他就提到，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成本多少我们现在在追求都是我每一个投入，我可以制造多少的产出。他说是 token。对，比如像我同样花1美元，我如果能产生2块。跟3块那就不一样了。我不是想的说把我这1块钱再 cost down，而是我这1块钱我要产出更多的 token。对，那当你要产生更多的 token， 更先进的技术，你的 partner 就很重要。如果我把同样一个任务给3个人，还给他们互相杀价，他们互相还猜忌，那我的技术要演进是很难的。对，所以以前的技术演进的时程是100年的。甚至3年5年比方我一个技术，我可能从 ready 到开始演进3年5年，我中间很多时间我可以培养第2供应商现在的事件是3到5个月，甚至1到2个月。对，我们在拜访矽谷的公司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矽谷是每一周都在这个改朝换代。
每个人都怎样的改朝换代？每个人都担心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会不会被取代？第二件事是我能不能用到最新的科技？也就是我今天已经是最好的 AI 的技术了。对，包括就像 OpenAI， 它一开始惊天动地最强的，结果你没有想到 Google 也进来了，其他 Therapy 也进来了，大家全部进来了以后，它很快就压过去。压过去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想连 OpenAI。它都有这样的压力，那其他的压力会有多大？也就是你在中间，你只要稍稍停歇一点点，你没有办法拿到最好的技术，或者你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晶片，你随时就会被赶过去了。对，没错。那这样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速度上面呢，就是因为它一直往前改，像我们最近现在最夯的，像光通讯。光通讯在以前长期以来，我在念书的时候，30-40年前，它就已经存在的。对，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那时候的光通讯是一个很难念的，只要念到像电磁学啊、光啊，超难念，然后出来赚不到钱。那个教授啊，老实说都比较苦哈哈，因为所有光通讯，你看过去的那公司都不太赚钱。但是呢，这个难的技术良率这么低，现在呢为什么要？赶鸭已经有点像赶鸭子上架，速度，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速度，需要这样的 bandwidth。那当你需要的时候，就算你很贵，就算你良率很低，没关系，我们一起突破。对啊，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散热啦，像以前都是气冷嘛，对，最早气冷，为什么要去液冷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么贵，怎么可能是把整个伺服器的机柜浸在液体当中哦？现在是浸在液体中，你所有的液体都要没有 particle 啊。对。然后你甚至排出液体的时候，你还会卡住，你为了那个还要去突破，还要做各种不一样的先进科技。我这么难突破，为什么？就是愿意去投入。对，就是因为我们要的科技跟的整个科技演进的速度太快了。对。好，回过头来，为什么？信任很重要，就是当我 NVIDIA 或者是 Google， 它要一直往前推的时候，它要的不是一堆人来帮我 cost down， 它要的是有一个强力的 partner。所以以前我们常看到这一个供应链，可能每个 component 会有3家、4家，现在真的都1家。就像我看苹果在中国那边写到，对，当我把鸿海扶植变大了。而且鸿海当时是用尽所有的力量去帮苹果去做手机哦，去做任何的设备哦。可我发现你鸿海做大了，你鸿海要跟我调单价的时候，我马上就找了合作。是，那合作找了以后呢，我马上就找中国的这个厂商，等于说我有时间慢慢调。你说现在不可能，现在等于说我要有一个厂商，而且这个厂商他要信任我，而我要信任他，而且我们俩要赶快合作的，共同的携手往前冲。你只要慢了一步了以后，你就落后了。对。那台湾在2个地方，等于是已经把这个信任感跟整个系统都被我们全部绑死。一个就是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台积电；第二个就是电的部分台达电。从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就是说为什么第2个台湾的优势就是在速度反应。对，在农历年的时候，大家还放长假，很开心啊，出去玩啊。台湾的一些公司在长假期间被 NVIDIA 叫来加班。好，其中台达电就是其中一个。他说什么？我 Vera Rubin 要 GTC 要准备发表了，你要帮我赶快做好啊！做好什么？我的散热系统啊，我未来的 HVDC 啊，你加班为了做什么？可能只是为了把一些螺丝的设计更简化，让下一阶段去做组装的，像鸿海啊、伟创啊、广达啊，更简单组装啊，可以 cost down， 然后良率可以更高。那为了要让 NVIDIA 符合它的那个，你看连在过年的时候都加班哦。过年这个东西那更不用讲，前2天的这个春假那是更是全部了，几乎没有。最近我没去问，但是它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也不是说什么合约绑定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公司，台积电、台达电这些所有的公司，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反应速度很快。其实这个很多像那个 CNBC 啊什么，他们都报道过。对，美国公司你跟他做一个反馈，可能现在比较快了，可能2个礼拜，以前可能3个月。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常好玩，就是我们去租一个房子，你要办网路cable modem。等到你办完，你这学期已经念完了，2个月，你申请完2个月他来装，那你要是坏了，不好意思，再2个月。对，好，所以那反应速度真的很慢。台湾是一日供应链，一日供应链，早上发生问题，中午报告已经做完了，开完会晚上之前就反应完了。
所以别人最快2个礼拜，有的时候都要上月一个月，有的台湾1天就解决。对，早上开会，下午画图，明天把东西交给你了。对，甚至你说这是台积电速度，甚至有一些你以前在台积电待过，对，你们以前在台积电就是这个样子。台积电我们这个工程师也没那么干哦，但是它是什么？它是随时 ready 的啊，就是说它中间呢，你可以去它的健身房啊，去休息室啊，都可以。但是呢，随时只要客户有需求，信来你就要解决。他要的你的是反应速度要够快，对，而不是说你随时坐在那边，他是要你随时都是有问题的时候。对啊，那你比如说我在跑步，我跑，我就满身大汗了，然后我的手机响，叮，然后一打开，呼叫了，那我就要赶快去吗？这个一定要的。这个我跑步跑得满身大汗。这个网络上有一个最好玩的，他们的以前是 PH 的手机，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手机，他手机会有一个特殊铃声。他们试过，就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在那边睡觉，你只要一拨那铃声，他突然弹起来。是哦，对，因为你们不能带一般的手机进公司，他会发一个手机，所以你们台积每个工程师都发一个独特的手机。对，那独特的手机有一个独特的讯号，是你在家声音，对，你在家吃饭，你在家睡觉，你在这个健身房，甚至我在举重，我举到100公斤正在处理的时候，啪啪声音出来，马上弹起来，对，台积电是这样干的，台积电，而且不是台积电这样干，是台积电所有的供应商都是这样。是我正准备要举例，其实我们拜访这些公司，我发现台湾的这一脉相承，不是从台积电作为榜样。像我们去拜访一个做这个电信实验的，就是晶片出来，我要帮他做验证啊，良率好不好啊，有没有问题啊？他是怎么做你知道吗？我公司赚了钱，我盖一个新大楼，直接一半就给 NVIDIA 用，也没有签约哦，就是说来你的台湾工程师全部来，包吃包住。包早中晚餐自助餐，对，电脑设备全部包好，办公室全部包好，让他的工程师在那边，然后呢要做什么实验，来马上帮你做。好，用这种态度让 NVIDIA 的工程师好棒，很棒。然后未来呢，当他的晶片真的生产出来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跟光有关的，光东西很难验证很难，他把这些工程师全部都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就是类似包养了。对，保养完了以后，未来他如果真的产出的时候，他所有做的实验不就是在他这个实验室做了？而且他不能给别人了，因为他也是可以，但是就回到就是黄勋讲的，我们不用签合约。当我跟你的信任是这样，对，我在开发的时候，你就这样子陪着我啊，你相信我，那当然我开发出来，我也是就是陪着你嘛。对，所以这个跟以前的就是说我还可能要偷你的技术啊，或者是我要 cost down 啊，这个里互相猜忌的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变成一个苹果嘛，因为苹果也是这样啊。比包括这样讲啊，你苹果做这个所谓的做笔电，你今天苹果做手机，你苹果做这个任何东西，也是台厂陪他一起开发的。甚至你包括之前很多的那个里面的线路做不出来，我还听说是郭台铭亲自下场把它弄出来了。可他说不要就不要，难道 NVIDIA 没有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也回到我刚好可以讲另外一个评价的问题。以前的那个分析师，很多的分析师，像以前有名的分析师都在估PQ， 就是 price and 这个 quality 量。为什么呢？像这个鸿海啊，或者 Apple 供应链啊，就是我跟你说好这个多少钱，你毛利率多少，然后量有多少，我可以算出它 EPS 嘛。然后明年 iPhone 多少，notebook 多少。以前的分析师都在估这些，现在分析师都在看技术。好，回过头来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说，现在都是因为技术领先太快了，所以大家是一个 partnership， 我根本不跟你谈这个，我就一直往前移动嘛，从铜变成光，从 CoWoS 变Co-op 都，然后一直往前跑。那大家跟着往前跑的时候，看的都是技术，所以你看现在的股价，大家都在分析什么？大家所有的外资报告都在写技术的演进。谁掌握最新技术？对。然后呢，你回过头来，你再看他估那个 EPS， 那波动都超大的。有些人估10块，有些人估30块，连台积电，你看它 EPS 都波动都很大。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看的都已经是技术的演进的方向，跟最后它 EPS 多少没关系，我们方向对就好了。可所以它的危险反而是在，如果你的技术不能突破。好，那如果
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大浪潮当中对，好，再往前 migration 一直跑。如果 AI 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技术不再像我们如果看 GTC 啊，看台积电法说啊，看 Computex 啊，没有一直有技术推出的时候，这个就回过来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嘞，所有的逻辑就变了。台湾的最大的红利期可能就会到瓶颈，但那时候回过头来，可能第二厂家就可以加入了，对，然后呢，其他国家甚至可能还抢了，对，那现在目前为止看到还是一直在往前走，好，那如果那个停的时候，就是一个警讯。所以你刚刚讲的，你的趋势产业个股趋势的重点就在 AI 的趋势。AI 的趋势就是你有办法保持 AI 的这个领先技术，我们办法领先，你的速度会不会更快？然后你的拟人化的程度，这种是不是更强？或者你的整个系统，包括你现在不是只有伺服器，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各方应用？只要它是不断的扩散出去，台湾在这个大浪里面都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台湾其实不只是技术啦，技术其实一直我们的技术开发都是在制造嘛。那我很看好的是未来还有就是刚刚宝杰讲的，就是在实体 AI 的部分，机器人啊、自驾车啊，甚至所有这些什么 Open Cloud 啊、龙虾啊，当它到实体的这个量放出来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强项哦。对啊，以前我们很厉害，就是做一些很厉害做一些就是不是最领先的 component 面板啊、记忆体啊，我们不是产大量，我们做一些 niche market 的东西。那等到这些放量的时候，像机器人啊、像自驾车啊，它会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 component。那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做了。那台湾在这个上面其实有它的利基，对，所以我们的浪潮是有一波接着一波的。是好，那我们来讲，我喜欢看布袋戏，布袋戏里面有一个叫习雅温雅面，回音跟我说不灵雅，也就是说你很多事情要看习雅温雅。台湾现在这个时跟运其实就变得很有趣，很有趣。刚刚讲有2个重点，一个重点是 AI 的整个发展中心在美国。那美国要发展，它必须要信任的厂商。那在全世界来讲，搞了半天，台湾具有这样的实力，我有这样的反应能力，我有这样速度的追求感，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给台湾。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跟中国切割，不然说真的，你说工程师的拼努力能力，中国的工程师也非常可怕。可是台湾刚好就是把它一切而为二，楚河汉界。我现在真的可以拿到美国最新的技术，而且所有的最新技术，包括 NVIDIA、包括 AMD、包括了 SpaceX 这些最好的技术，它只要找合作厂商，只有选择台湾，没有第二条路吗？再来就是我们真的可以中国切割，我们就不用担心中国在后面这样追赶我们吗？之前很怕这个中国供应链，是因为中国嘞，它以前的市场也在美国。对，中国其实以前是没错，是一个 GDP 大国，但是中国其实它自己的需求，它这些科技，尤其科技真正的需求还是在美国啊，像 iPhone 啊，像这些科技业啊。现在最大的不一样是中国有自己的 AI， 中国 AI 其实占全世界需求的1/3甚至更高，所以不可小觑。但其实如果大家有去中国玩就知道，他们根本是封闭市场啊。你如果不是用漫游，你用当地的那个讯号的话，一打开你所有东西就不能有 Line 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用，你用都也不能用，所以它是完全自己的 ecosystem。现在为什么红化的威胁没那么大？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些所有的投资，在很辛苦的在做他们自己的东西啊。他们自己 AI， 像那已经不同的世界，不同规格，他们的需求也很大，像 C-Dance 啊，你看像美国的这个 OpenAI， 它本来有 Sora 2， 然后呢，他看到我做不赢这个 C-Dance， 就是做影片的嘛。干脆我就不做了，没关系，我去做我其他的东西，我把资源留在 AI 其他用的部分。那现在这个所谓的 AI 影音就被中国统一啦，就它是独大了嘛，它现在最大嘛。那 C-Dance 它就把它所有的资源往这边去移动啊，所以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中国它的 AI 就是什么，它可能它也想做机器人。他也想做 AI 的影音，像他很想做实体 AI 最早以前，其实实体 AI 最早以前不是小龙虾，是叫豆包手机。豆包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一只手机，我可以叫他帮我订，帮我设行事历啊，帮我订票啊，帮我去那个购物网站那个选哪一个便宜啊，对，全部都给他。就一开始出来很红，马上被禁掉，因为发现哇诈骗太多。因为你要给他做这些东西，你要把
银行账户给他你要把所有都给他，哇，吓到，赶快先变起来。那龙虾出来以后，大家发现原来除了这些有关于自己个资以外的，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让他可以叫他去生成影音啊，叫他去做那个网络商店啊。所以你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夯小龙虾的国家，就是他们做的就是实体 AI，所以你看，它包含他们的自驾车，我们深圳啊什么。各大地方自驾车都已经在跑了，所以中国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 AI 的系统。对，那他们对这些需求完全不会比美国低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如果中国它有过剩的产能，就像以前我们的看塑化啊、钢铁啊、纺织啊、面板，你再怎么禁它，对，它还是有办法伤害到你。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太阳能。对。它的税是200%，就等于他做一个1，他卖出来是3呢，3，但是他一样，他可以把你打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赚钱，我就补助，然后你就算你让我很贵，但是我 performance 好啊，就像电动车的电池一样，你到最后你根本做不赢它。对，所以如果当它的市场是在外面，那你还是会受到它，你再怎么进也没有用。对，那现在的 AI 就是它自己有一个强大的需求，而且它的需求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等于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它发展，它长出来的样子可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不是很多还用来军事用途啊，取代白领啊。对，那它这边用的可能就实体 AI。那对我们来说呢，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厂商还会受惠中国。我们两边赚。有可能啊，因为美国其实它是禁止中国出来啊，但如果你出了一些比较低阶的，中国也有些用到台湾，所以如果以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但吃到纯美国，因为美国是绝对不敢用中国的嘛。对，那再的话，连中国它的需求太大的时候 ，maybe 都还有溢出来一些来给台湾。可是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就是说，因为中国刚刚讲它的生产力、它的那个内卷、它的这个 cost down 的这个能力。如果有一天中美对抗没那么激烈了，或者它整个产量放出来了，或者是说它的技术提升了，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优势吗？以前中国其实它并没有要追求最先进的技术的原因，是因为它也没有办法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因为这些核心的 know how 啊、设备啊都掌握在美国这边。对，那美国呢是不可能放这些东西的，因为它放的话，它就完全没有优势的嘛。所以以前中国就会去找别的做啊，比方我做大量的做面板啊，做太阳能啊，我做这个3、5族的东西啊。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中国它也要 AI 它一定需要，比如像 HBM 啊，像比如像CPU 啊、GPU 啊，那它没办法，它只好自己突破。当你要自己突破的时候，那投出的资金呢，就远比之前放量那些多。对，你为了要去做 HBM， 为了要去做最先进的 GPU， 你还要自己做光刻机。对，所以你就是要投大量的钱，他把他所有钱都吸走啊，所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一些低阶的东西大家都不做了，因为。我虽然我以前很爱做低阶，我很爱杀价，但我现在没办法，国家需要我啊。对，而且他们做这些是真的可以赚钱的，因为现在 AI 是真的，你是可以变现，它有实体的这些，像现在全世界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网络的视频，一半都大陆做出来的。什么小废剧啊，网络影片啊，它真的是有流量有赚钱的，所以他们找到变现的方法，他就大量生成这些东西去做。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中国的 AI 的发展变成自成一格、自成一套系统之后，它反而把中国很多的钱、很多的资源全部都吸进去。没错，也就是为什么感到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的产业会这么惨，是因为这个钱的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台湾也是，其实你看台湾，对，整个台湾、美国甚至美国啊，但是这个就是live or die 的问题啦。其实包含美国也是一样，你一旦不在这个浪潮上面，就挂了。其实你就是挂了，甚至你还是被取代。其实我们心有戚戚焉，我们去拜访很多软体的公司，像 Adobe 啊，像这些，它其实你去看它为什么有这么多长期资金。以前都投在里面，就是这个 business model 太好了，怎么可能被取代嘞？大家都用 PDF 啊，大家都用这些 Photoshop 啊，这些，然后呢，像以前的 CRM 系统，每一个公司你怎么可能不用这些 CRM 去帮你做管理嘞？我们去拜访一个这个
中部的做鞋子的公司，他做一个鞋子，光制成就一个做到完5000多道，他的料号有16000多种，他怎么管？他跟我说，我怎么管？我16000多种，每一个我都要去 monitor， 快没了，我要去哪里调来要多久？我都用人管，那我人工要多少钱？对，所以他只好第一次导入要花好几亿哦，去给美国这 CRM 系统来导入，每一年再付1-2千万去 maintain， 好。但是你知道吗？现在 AI 一进去，这个东西就完全不用了。我请他说有一个部门花1000万，请一个coordinator， 然后把这些全部都取代掉，就处理完了。对，他就不用1万多道工序，5000多个。对 AI 还可以 dynamic 帮你去管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以前都会想到这些软体公司，现在绝对不会被取代的。对，就现在发现哇，竟然 AI 出来，第一个取代是这些。对，所以在 AI 时代内，每一个人既是害怕又是兴奋。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台北或者我们的工作关系，我们等于说我们就做资讯的收集。可是你们全台湾到处跑，你说这 AI 不是只有台积电，不是只有刚刚讲台达电，你说不是只有这些，是你现在看到很多的产业。台湾使用 AI 的这种速度，它的这种深度，它的广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吗？现在等于说，你到了各个产业里面，没有一个不是搞 AI 吗？其实就连我以前在台积电的，我们以前呢，我的部门是分析良率的。我记得以前呢，我们那个工程师一个 team， 我们都读电机的哦，然后一个 team 去分析良率哦，有分出来20几种。不同的问题，就是 EO 问题，有问题的我们就把它分类啊，然后做实验啊。现在用 AI 直接分类出1万多种 pattern， 直接呢，它可以线上去把那个有问题的机台变掉，对，把 holding， 然后打电话给该起床的人来顾。所以你没有发现，以前台积电每次换新制程的时候，对，它良率都会比较差，对，毛利都掉。他现在好像这个好像很自然呢，明明越难的、越先进的应该越难做啊，现在还要这个备赛啊，什么新的制程啊，这么多，那导入新的技术，竟然台积电良率不掉，这就是 AI 最大的。而且最近呢，今年台积电在建自己的 data center。他们以前没有吗？他以前就很多可能有自己的，会用别人的一部分。这就回到最核心的关键了。当你真正这些 AI 用到企业的时候，不好意思，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我怎么可以把我的资料 data 给别人？对，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当然也不能给啊，他台积电更不得了。所以以前我可以相信，我给云端给什么没有？对啊，我台积电好，就算我把我所有生产的细节全部放在云端，就算我把它加密啊，什么东西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办法破解？对，好，如果我不是放在我自己的 server 去跑 AI 的话，这种风险度很大。所以你看，以台积电举例，台积电要建一个自己很大的 data center 去做跑自己的 AI 哦，同样的东西在所有的世界一流的公司都要这样。难怪黄仁勋讲说，我给你买东西。回过头来，你还要买我的东西，那我就听到魏哲家讲说，我卖你一个晶片才多少钱？我给你买一个这个所谓的 NVIDIA 的晶片回来要一个20万美元。对，所以因为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回路。对，所以大家都必须，等于说你为什么可以冲那么快？我帮你做，我要买你的东西，而且不但我帮你做，我要买你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它的回旋就是，所有牵涉到里面的人，你如果不在这个赛道里面，你就会被淘汰出去了。其实对科技来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那真的是很有可能被淘汰。那甚至其实我们在看，为什么我最近很常去学校演讲，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也是影响很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都念完书啦，我们有经验啦，我们如果会用 AI， 很快就可以让我们的产值啊，或者是我们的技术能力提升。现在的学生不一样现在学生有可能他现在学的东西完全都以后都用不到了。你知道现在软体公司在应征人的时候，他还在考你会不会用 Python 啊，会不会用这些软体啊？但这些东西其实未来你根本用不到了。对，你直接就是 AI 就帮你做完了。但为什么他还这样考你？因为这些原来里面的他也不知道考什么，对他不知道，那我要考你智商吗？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很大哦。所以我们在思考未来的小朋友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像我在看啊，古文明啊，古时候的人啊，平均年龄只有35岁，对，但是他可以创造出什么玛雅文化、这青铜器文化？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经过什么。中学啊，高中，他可能12岁心智年龄熟，他就开始投入做，未来很有可能是这样。以后我们所有学的东西啊，所有学的东西 ，AI 可以帮你缩短到一个程度。对，那我们的学子只要培养什么心智能力纯熟，这个智商纯熟，可以应用 AI 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学专业技能了。那我在学校学什么呢？那学校的东西99%不都被淘汰了吗？跟社交啊，要心智年龄要够纯熟了，不然很容易被骗嘛，或者变。所以你的学校只剩下社交功能、交朋友的功能，很有可能小时候就开始做心智年龄的锻炼了。现在台积电啊，就是你知道台湾像这些所有先进，它缺的不只是电，不是无尘室，还有工程师。台积电现在是在以前的这个工专啊，明治工专那边，它直接建一个像以前我们建教合作嘛，建教合作以前都是剪头发。对，好，或者是做糕点啊，对，现在建教合作是台积电，做台积电，好，你可能国中毕业，上高中就开始学比方怎么运用这个半导体的图啊，分析啊。我等于上高职高中我就开始学了，对，这个其实德国一直都有在用，对，他们可能建教合作，对，建教合作，现在完全都是用这方面。因为像美国在亚利桑那也就这样做，美国在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就特别设了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部门，就专门给台积电，也就不然这样的话，台积电到了亚利桑那根本无人可用。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台湾现在这个小，就台湾现在这个小变成台湾一个很大的优势。你刚刚讲不是只有台积电，我有很多的周边的厂商，周边厂商，我看过一个资料，其实张忠谋讲的，我200公里，我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后来我看一个资料说，不用200公里，50公里，台积电不管你的厂在哪里，周边50公里，我所需要的周边的配合厂商全部都一应俱全。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里面，我可以都马上处理。而这个就是为什么韩国不行，中国不行，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台湾可以的原因。其实台积电它下的是一个很长的棋，这个。黄仁勋没讲的，我可以帮他补充一个。黄仁勋讲的，台积电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信任。其实台积电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 partnership。它所有的这些所谓台积电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他赢的关键。我们看太多，我们去拜访太多东西，影响到台积电的良率。对，所以当这个 Elon Musk 说他要做这个Fab 的时候，他一边在无尘室一边吃汉堡。我们不是说怀疑他，而是说，你知道，他可能想的是说，我要打败台积电，我要跟 Intel 合作，但是他忘了是台积电拥有的是所有相应相关系的。像我们在看啊，像甚至比方他刚到中南部的时候，他有一个良率问题解决不出来，才发现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几公里以外的养鸡的鸡粪，因为它的这个鸡粪飘在空中。一点点维系，因为那个空气进来的时候，这个鸡粪以前你在新竹不会有这东西啊，所以你的过滤系统里面不会去过滤这一块，那导致呢，在那个厂，奇怪了，我明明在新竹做得好好的，我把它抛挺到这个中南部，而且良率就低一点。对，你对台积电低个5-6%就不能接受，而且长期都低，就发现原来是鸡粪。那你不能叫他不养鸡嘛？但很简单嘛，我们在过滤的时候多加一道，对，所以你会发现，单这一点例子，你就会发现台积电的优秀，台积电的优势是所有厂商合起来的。因为你刚才讲那空气滤清不可能台积电自己做，当然啦，所以是空气滤清的厂商，他要想到办法帮你解决，说你即使飘进来那很微粒的气氛，都要把它给排除在外面。然后像我们在看它更多，这个是细微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个制造的例子。比方晶片以前是一片嘛，现在越跌越多，越跌越多。那每一个晶片它都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啊，你叠起来的就像蛋糕，我们如果自己做蛋糕，越高越做一片很简单，做好多片就开始歪了。对，好，这叫wabbage嘛，它歪，它有应力的问题嘛，就是比方东西它边会缩嘛，这个很难解啊，怎么办？他找不到人解啊！其中有一个公司就说：“我有一个材料，我贴起来，它一个胶布一样贴起来。比方我这边歪起来嘛，我贴起来，我再去烤的时候，它就可以 compensate 就回来了。
我说哦，解掉了，好，他就赶快找这个来合作啊，来这。像这种例子层出不穷。对，你遇到这些东西，在美国，在别的地方，你光解这个东西，你可能花1-2年都解决不了，因为你找不到人，你可能回到 MIT 啊，回到 Harvard 说，你帮我解决一下。那他的角度可能是想说，那我要怎么解决，让他不平整？对，你要解决不平整太难了，这是物理的极限嘛。对，你可能到最后就说算了，我不做这个了。但是台湾就有办法说，我有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层出不穷。那哪怕是我们拜访，他光是洗这个设备的厂商，对，他资本支出都要10亿清洗工对，我觉得。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清洗的时候，他洗完它完全没有 particle。对，你像我们一般洗个车啊，几百块、几千块，洗超跑2000好了。洗半导体级的设备没有 particle， 洗一次就是数万块。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到最后呢，他们做的是什么？是说我所有的东西我要运到那个无尘室之前，我全部都要把它清洗到没有 particle。所以你回过头来想。这个 Elon Musk 他用他的聪明的脑袋想说，我只要把它全部封起来，我就可以在封起来的外面抽雪茄啊，吃汉堡啊。但你知道，台积电做到的是已经把变数全部弭平。对，再讲久一点的例子，我们大立光以前的股王大立光，你知道他为什么比人家厉害吗？同样做这个塑胶镜片的射出，他要把塑胶镜片叠的时候，他那个精度要维持是什么？他打地下，比一般工厂的深度多3倍，地基多3倍。他在建他的这个厂房，那个建设公司说：“小孙，你为什么要建这么深的地基？为什么？他建3倍以后，他就比人家稳，他的那个很细微的震动就比人家少。你就知道，在20-30年前，我们台湾的厂商。”这个大立光的老板是一个医生，对他的这个精准的厂商，他就想到，而且跟宝洁报告，你知道大立光在建这个厂的时候，他没有钱呢。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初帮大家光建厂的人，当他去跟大立光收这个建费的时候，费用，他说我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拿股票跟你抵？他还拿他的股票跟他抵。对，他这个是一个大家Google都知道，他那股票当初抵的时候，他150块就把它卖光了，因为他说我好了，我没有亏，他就很后悔说我要是报6000块，5-6千块，对啊，这个都是你就知道他当他建厂都没钱，但是他想到我不行，我一定要建一个够深的，所以。台湾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隐形冠军？就是我们很特别啊！以前都说我要先赚钱，我才要 improve， 没有，我第一步就要做得好。对，这个就是台湾的厉害。因为我当时看大立光，我那也觉得很好笑。除了我这样地基3层以外，每个柱子的间距比别人更短。对，而且他说我水泥打下去的时候，一般一个礼拜我就会再灌，他没有。我要2个礼拜、3个礼拜，我要确定非常稳定了，我才往上盖下去。所以说，台湾这种工匠的精神其实是非常，而且这个还不是，这是大家还没拿到订单，还没拿到订单，就是想说哇，这个太疯了，太疯了。对，好，但我想讲，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刚好今天有一个那个Touch Taiwan。他对台湾也都觉得很就是很灰头丧脑、灰头丧气，就是因为这个做面板的面板，我们讲以前2兆双星变成了2兆双星，然后觉得面板都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然后就很凄惨。可他居然，我觉得台湾这次最可怕的是说，在 AI 的大浪潮，在台积电整个大系统下，刚刚讲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任何只要快的东西我全部看不见，我都没有想到像DRAM的，包括像这个面板的，现在连这种东西在台湾居然都起死回生了。其实台湾的公司比较弱的地方就是没有品牌，然后大量生产我们要不在行，但是我们很厉害，就是说我们在一些景气循环股里面呢，我们能够活下来，做一些逆学的东西活下来，活得比人家久，到最后等到这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我们变最赚钱的。每一波都是以前被动元件啊，对最近的记忆体啊，以前的面板啊，那面板因为大陆真的是做太多了，所以面板本身其实不赚钱，那他们其实也都在很努力的转型，像很多厂商，国外厂商都倒掉了，就不做了。那我们台湾很努力的转型，他们其实2件事，无尘室很缺，对，所以你看之前那个群创就卖无尘室给台积电，虽然后来被台积电那个 complain 说，哇，你这个也太烂了吧，那个管件打开哇，里面都是，因为毕竟是半导体跟面板差很多，但是现在只要有无尘室就是王，他们还是陆续，你看他很多
闲置的厂房就被买走，这是它第一个转型的商机。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fan out 的这个扇形封装。那过往呢，其实都是大家都知道 wafer 是圆形的，那圆形就有一个很简单嘛，我们晶片是圆形的吗？对，我们晶片不是圆形的。我说一颗一颗的晶片，方的。我说方的，然后是圆的，那我在里面做，我一定有些浪费嘛。对。那怎么做怎么排都会有一些浪费啊，那这个很可惜嘛。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关键是圆形的晶片呢，这个大家就不知道，圆形晶片呢，它其实不是平的哦，它叫 donut， 像一个这个甜甜圈一样，中间厚，两边低，在边边又厚。如果你是用显微镜去看的话，对，所以说晶片端呢。那个良率跟 performance 最好是在那个圈圈哦，所以过往我们常讲，以前呢，我们要去买那个绘图卡，大家要装电脑嘛，我们之前台积电公司还会上网去看，这个在哪个区，这 performance 差很多哦，因为大家绘图卡玩游戏啊，它还可以选是我的晶片是哪个，因为它有编号嘛，它有编号，那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就像那个菜一样，最好的菜都被高级的选走。以前我们买电脑 ，Sony 啊，或者那个比较好的电脑都比较贵，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那些晶片都是在 donor 区的，第一个被选走。就我虽然是同一片，可是同一片的不同区域。然后最外圈那个比较差的，有可能会良率比较差，那个performance 也比较差，最中间也比较差的，它就会卖到光华商场，散的啊，对。那这个讲的是方形会比较解决这个问题。对，好，现在为什么开始以前都不做？因为方形太难做了，这么大片啊，那这个技术也不完整，那所有你都要改啊。像我们以前看到那个卡塞啊，就是装那个晶圆的。都是圆形的，你要装一个大片的方形，多麻烦啊！它应力也不同，所以所有都要改。为什么要改？就是因为现在发现，当这个这个先进制程越来越往前的时候，或许换成方的这个，我的产出会变高，对，又不会有浪费，对，不会有浪费，而且呢更平均，对，而且我的 performance 可能会好一些，对啊。那在这些我们刚刚主题的主旋调，就是技术一直往上拉的时候，所有只要能够 improve 都会被拿来做讨论，它就变成一个题材。可是为什么这个部分变成面板的这个所谓的群创啦，变成你刚才讲从圆的改成方的？改成方的有很多为什么是做面板的人有他的优势可以做？这个就回到最根本的，因为一般的我们的 wafer 下面是细它是玻璃那玻璃回来就是你玻璃的相关，因为面板相关嘛，所以你还有方形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以前就是面板人在做的，所以他们有往这边去开发，有一些专利啊，或者是前期的设计啊。对，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现在已经 ready 了，它是就是在 cook 的当中所以说你看这些厂商呢会开始跟他们做合作啊，会听到一堆准备要去，但是距离真正量产还有一段路。因为毕竟你现在长期已经熟悉了，所有刚刚讲所有配套都是圆的，所以你今天帮我们带来这个东西就是新的概念。对，比如说我们左边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晶圆设计，你现在在右边这个东西就是 FOPLP， 就是面板，就等于做方形。这个东西的差别就可以看出来说，如果我是放在方形的，我几乎都非常平整，我几乎不会有浪费。可是左边的话就会有不一样了。是，然后 performance 上面它比较均匀，所以就是以前呢，如果我的制程没那么先进。我的晶片的复杂度没那么高，我这个晶片，它的这个 fluctuation 大，我没有关系。但因为我越到往前越制程越先进的时候，这个变成问题了，所以大家就回来看这个 FOPLP 了。对，好，那未来呢，这个上面呢就变成说，像我们看到像车用啊、AI 啊，或者是消费的，在中高阶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用到这一块。那还有再来的话，就是产出嘛，最核心关键，台积电就不够啊。你看现在全世界所有各大像 Google 啊、Anthropic 啊、NVIDIA 它都在讲台积电你扩厂还不够。台积电说我已经今年高盛出一个报告，明年的 Capex 可能到600-700亿。今年500亿，这么
这么多夸张哎，但是 even 是这样，大家都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讨论那个台积电的时候，它一年资本支出300亿就已经变新闻了，那已经很大了。300亿之前都是100多亿。对，那我觉得后来现在要求到600亿，那等于就是 double 再 double 的了。是，而且其实就算是旧的制程，其实它现在除了28就是一些纯消费性以外，它旧的制程其实都是满的。对，大家都在着眼在看2奈米啊，但其实3奈米现在是最缺的。对，所以缺的东西不是只有最先进的，而是说层层叠叠，每一代都有不同这个迭代的产品，车子啊，这样未来还有这个机器人都还没用到，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满了。对，这东西大家都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台积电全满。其他人大部分也都满了，那这些机器人到底要去哪里做？没有东西，车子要去哪里做？就是未来有很大很大的量在那边等着你。可是刚刚讲到，像伊隆马斯克啦，包括他们讲的，我找 Intel 啊，我找三星啊，像伊隆马斯克之前不就找三星合作吗？那结果都失败吗？最后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吗？也就是说，最后还是你要进到这种不包括2奈米、3奈米到先进制程，还是非台积电不可吗？我可以说不会失败。但是呢，也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这个优势。原因是很简单，是因为制程并没有只有最先进制程。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未来的实体 AI 的需求大量放大，它需要的晶片不是只有最先进的，它会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晶片。所以说，你说像低轨卫星啊，像光通讯啊，这些最夯的，它其实用的晶片不是最先进的，它甚至联电，其实联电做很多光通讯晶片，因为它不是要最先进的，所以就像以前车用晶片在很缺的时候，最好的是世界先进，也不是台积电，因为它有高压制程，所以你说用 Musk 他去做 Fab， 他如果没有天马行空乱做，他Intel 帮他做，然后做他需要的这些晶片，我觉得是 OK 的。所以它的需求量太大。对，但台积电走的是主旋律，它跟的是 NVIDIA 啊、AMD 啊，这些公司一直往前去走最先进的，开出那个最先进的 AI 的路。也就是说，那个整个利基最大的部分被台湾吃掉。那你刚刚讲的一个，就是现在最夯的都是矽光子，面板跟这个矽光子之间有关。就说台湾很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有本书叫《无限赛局》。无限赛局就是说，你任何的胜负不是1场战役、2场战役，是你能够活下来，你就是胜利者。对，现在的面板，我们台湾就这样，你活下来了，撑久了，结果竟然，而且现在是面板有很多的技术，包括跟矽光子有关的，都这些东西只要你有这个技术，你可以存活，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战役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是过往，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最厉害，就像刚宝杰讲的，他先活下来，然后等到 timing 对了，他就上去。对，那当然有的时候股价会先涨比较快了，因为大家都在找新的题材嘛。但是呢，就像我们过去看像这个被动元件啊，或者像载板啊。以前我们在看那个载板，那个30、40块的星星啊，那时候大家说它要变好啊，它其实数字都还没变好。但是因为厉害的人他已经看到了未来这个产业的供需改变那我觉得面板现在是在那个 early stage， 它在刚开始所以现在看面板的人都在看它一些旧的这些厂房能不能活化，然后拿到新的钱，可以往新的技术去扩。那这中间会怎么变化？我觉得大概给他1到2年的时间。好的，冠军，你常常讲，我刚才从一开始，你的投资逻辑就是我有趋势，然后开始找产业，再去找个股。那刚刚讲现在趋势是矽光子，那我回头还来就是说，那我们接一些个股，包括像设备股这些东西，现在的趋势在哪里？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技术一直往上演进，下一个设备相关，大家现在最在乎的其实就是 SOIC。所谓 SOIC 就是以前呢，记忆体不是从DRAM 变成 HBM， 对，它就把它堆叠起来嘛，对本来1颗变成堆叠3颗，SOIC 也是把晶片堆叠3颗，就是我以后的一个晶片组整个封装 SOIC 的封装里面会有一个 HBM 3颗。再配上3个 IC 组成一个组，所以它不是只有 HBM 组堆叠起来，它连 IC 都堆叠起来。然后最后呢，再用矽光子传输，因为它的 data 太大。对，其实会用到光，最简单就是太塞车了嘛。对，我台积电常在讲，为什么台积电 NVIDIA 说我一定要光？我今天内湖很塞车，没错。如果我比它突然多3倍的车。对，不塞爆了嘛？全部人都不用出来了。就我车子性能再好，但我的路很烂，我也没办法出得去。所以你去问台积电，台积电说，如果光这个
所谓的 CPU 不成功，那台积电就惨。他甚至这样讲，为什么？我做出来了没有用啊？对，我车子开不出去哦，没有用啊，所以再难做，他要把它完成。好，这个关键是这样。那 SOIC 呢，就是未来所有设备，还有光的测试啊、验证啊的设备，也是这2个。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新的2027到2028最新 IC 里面的技术。好，所有设备，因为设备都是要买之前的。你买现在就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设备商都是往这个地方走的，它股价反应的最快。可是我是一个股票白痴，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设备商，什么样设备商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讲高登是做罩子的，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中砂是做研磨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做无尘室的，或者说有些这个是做这个侦测的。那哪些是你讲的这个新的系统里面，它的这个设备商哪些是它的设备商？然后这些设备商它要做什么的嘞？那现在比较好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刚刚提到外资啊，他们不是只算现在 EPS 啊，他们就开始看技术眼镜哦。像我刚刚提到的，像发现 SOIC 的时候，湿制程很需要，所以台湾的湿制程公司啊，这些什么宏硕啊、星云啊这些湿制程，它外资就真的出报告哦。然后你会发现哇，它怎么给到那个 EPS 是给到很后面的评价？它重点是什么？告诉你方向在这里。好，那甚至我们在跟外资聊天的时候，他就在拆解，就是未来光它的检验，它有 inspection 1、inspection 2、inspection 3、inspection 4，每一个阶段哪些公司导入，哪些公司有商机。好，台湾有这些很多公司在里面有机会，已经送入验证了。其实这些外资都在出报告。所以你会看到像什么普卡的公司，每个甚至普卡公司外资报告出到1万啊，那些其实本益比都超高啊。为什么？因为就是他看到未来，我刚刚提到这些下一个阶段的技术的卡位。那以前呢，如果不管是经理人啊，或者一般散户，你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啊。对啊，还好现在外资他其实这些东西他都发表了，外资的新闻啊这些他其实都有写，所以我要注意外资的这些东西。所以可以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外资报告不是每个都会反映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如果他在讲的是技术的演进，在这个时间点你要特别在乎。那你反而不要太在乎说他估 EPS 多少，有人说啊，那家台积电估今年96块，这家估台积电今年100几块，没有大家其实不 care。对，大家真正 care 的是台积电的技术，台积电的竞合关系，大家真正 care 的是这些湿制程的未来的趋势。好，这个 CPU 啊，光通讯，它未来它所用到的技术是什么？那反过来，如果你这个技术被淘汰了，完了，哇，那个股票真的是就暴跌，你有把它卡在里面，这非常重要。对，所以这就回到你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很有趣。你是清大电机系，然后你在台积电当了3年，然后你就去出国念财务，你当了20年的这个股票分析师，你得了很多的大奖。其实发现说，现在你的财务操作、那个什么商业的逻辑，或者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翻很多的这个经理人、投资者，他基本上是要工科背景。为什么要工科背景？因为我必须要工科背景，所以我要了解，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去知道说我这个操盘的人有没有工科背景，因为这要工科背景，我才知道说，在未来的产业里面，他才有判断下一步是什么。那在下一步的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下一步的这个技术里面，台湾有什么样的厂商是符合的？然后这些厂商是不是能够卡进这个位置？这就变成你刚刚讲的趋势，这就是你的投资逻辑了。现在的经理人其实很辛苦。其实我不是说工科才能做这个啊，但是问题是我以一个我的角度来说，现在的经理人要学的常识远比以前我觉得多至少10倍。以前呢一年呢可能1、2个题材啊，5、6个副题材，现在是一季就几百个新的技术哦，而且每一个技术都关系于那个股价太多了，可能这个公司一卡到这个位置，它涨幅就是1、2倍。而且不是小公司哦。以前我们看那个大象啊，台积电、台达电、日月光啊，温温的涨，一年涨个10几20%，现在不是几倍的涨，对，几倍，那台达电都几倍的涨啊。所以现在的分析师啊，或者是工程师啊，不管分析师跟经理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
他真的要很深入的去研究产业跟技术的变化。那还好，现在有很多厉害的分析师啊、AI 啊，你可以用。但如果你不用，你只用过去的说啊，我技术分析抓一抓，筹码分析抓一抓，我自己在家里想一想啊，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对。但以现在的操盘，那真的要运气很好才行。因为我的感受就是，我在去年休息的时候，我自己很无聊，在家做一些功课，以后，我就发现，现在未来 AI 的时代来了 ，AI 时代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电很重要。电很重要，我就用 AI 说台湾哪些电很重要 ，AI 就告诉我一个台达电，他告诉我那个电源管理非常重要。我当时就非常好奇说，那我要不要买台达电？我当时就想，台达电那时候我们300块以下，200-300块。那我没有说我在投资，我是说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个趋势，知道告诉我未来的电很重要。电很重要，台湾有一个台达电。如果我当时就是做投资，那现在要是10倍的这个收益。那当时比如说我看到当时金周开始讲到矽光子，我也搞不清楚矽光子的话，就刚刚你讲的，除了我要跑得快以外，我要很好的道路做中间的穿梭。当时我觉得以前投资说，我要看那线形图啊，我要看它的这个财务啊什么。现在不是，你看财报都太晚了。对，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的技术的未来可行性。这个技术里面，这个公司本身的技术含量够不够？我反而觉得那个投资逻辑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在这个3年之内，真的是这样。对，那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循环啊，每个循环都不同。但老实说，这个循环真的很长。已经长到就是说，被迫所有的经理人都要有这样子的特性。对，如果你现在没办法去判别新的技术，找出产业的趋势，其实你很容易被淘汰。这是没有办法。好，那而且我知道你也常常到学校去投资，对，然后很多的新生也都问你说，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去建构我的逻辑？你最后能不能简单一点告诉我们说，我做一个，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你现在常靠薪水翻身，我觉得很难。对，你要靠技术，那真的你知道非常特别。否则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投资变成一个人要翻身，或是至少不要被淘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所以你会不会投资？你有没有办法看趋势？那个已经不是说你们多赚几块钱了，那是你在这个社会会不会被淘汰的一个重要技能呢？对，我去学校最大分享，我都是一直分享，就是投资是很重要的。投资有一个说，投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其实最关键就是你用投资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台积电这个是集合多少人的智慧，多难的多少的钱，你用钱你就可以投资啊。有些人说什么我单身结束单身前每天买1股台积电啊，这种各种各样。回过头来，你看你在台湾，我们现在 GDP 超过日本，超过韩国，对，但我们的薪水有超过他吗？没有嘛。所以说，你就是要靠投资，才能够站在这些巨人肩膀上去往前去走。那我去跟学生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的投资只看到是涨幅啊，就是什么标股啊什么，这投资对你没有意义。对，投资的核心关键就是我站在巨人肩膀，让巨人帮我赚钱。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从产业去看，本来就是觉得台达电很好，台积电很好，日月光很好。世界上很多公司，比方光通讯，我可能看不懂台湾的，我可以去买台湾的美国最厉害的啊，像 NVIDIA 不投资鲁明腾吗 ？Coherent 啊，我可以投资世界一流的企业，让他来帮我赚取这个趋势的钱。这个是一般的平民翻身最好的一个方式。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其实老实说，物价上涨的速度远比我们的薪水快。那如果你不能用投资去做你最大的武器的话，其实那个风险就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时代里面，台湾刚好站在一个浪潮上面。那台湾浪潮上面，我们当然也不会去推说你要买哪个个股。但是刚刚讲的，我们今天找万军来，就是因为他的投资逻辑是我所欣赏的。你要找对趋势，你要才去了解产业，然后你才去想你的个股，然后再去了解趋势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功课。你不可能天上掉下来一个股票让你可以接得到。那怎么样去抓到趋势？现在有 AI， 有各种辅助工具，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提供你够多的资讯。至少现在这样的一个波段里面，未来的 K 型社会，未来的整个社会的变化会越来越急剧。你能不能投资，确保你在这个社会上，你不要说你翻身，至少能够保住你现在安身立命的机会。非常谢谢万军，谢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